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已经是8月24号了啊。那么我的这个避暑生活呢，也快要结束了。因为现在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南下了啊，这边已经降温啊。过2天我就要返回我在武汉的家里了啊。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聊聊这个房车，我们房车啊，强调是房车，而不是个人，也不是自驾游的那种小车。就是房车在选择避暑的这个旅居地的时候，我们最看重的应该是哪几点啊？首先第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海拔啊。那么查海拔，你不要通过百度去查啊，因为查都是不准的。所谓的平均海拔都是没有用的啊。它可能山很高，但是停车场很低啊，这样一平均完了，一点都不准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用专门的软件啊，看海拔的专门的软件去查看你停车的地方的真实海拔。那么我们房车旅居呢，比较适合的海拔呢，是在1100米到1500米之间，低了有点热啊，高了有点冷啊。我所谓的冷，就是说早晚的温差太大啊，这样的话人容易生病。而且海拔太高呢，比较潮湿啊，对身体也不好啊。那么太低了，低于1100啊，甚至低于1000，你比如说信阳的这个鸡公山啊，只有800多米啊，有的地方甚至只有400米、500米、600米。那么这种地方就不适合，因为蚊虫太多啊。你想避免这个蚊虫的骚扰，海拔一定要够高啊，但也不能太高。那么我个人认为呢，比较理想的一个海拔呢，应该是在1100到1500之间啊。最理想状态应该是在1200到1500之间啊。那么1100其实也是可以的啊。你像庐山有的地方就不是很高啊。好，这是海拔啊。那么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停车位是否充足啊。如果说很多房车都去那个地方的话，就会造成停车位过于拥挤啊。拥挤带来的后果呢，就是不舒适啊。因为大家如果说你住过北京的这个大杂院，那就知道了啊，一家挨着一家啊，一家做饭的炒的什么菜，隔壁整个院子都能知道他炒什么菜啊。有的时候隔壁的房车呢，关个门呀，或者起来的比较早一点，都会影响到你的休息啊。所以说停车位是否充足啊？另外呢，是不是房车过于多啊？像那种地方其实也不适合你作为你的首选地啊，因为过于拥挤啊。那么第三点啊，就是所在地啊，这个避暑的地方对房车是否友好啊？我举个例子啊，你比如说庐山啊，庐山据我知道今年对房车就不是很友好了啊，把房车都轰到这个小天池那边去啊，甚至后来连这个公共厕所都给关了啊。那么这个也非常影响你的心情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对房车不太友好的话，那你最好也是不要去啊。这是第三点啊。那么第四点呢，就是快递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否非常方便的能收到快递，这个也跟你的这个旅居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啊。如果说你要像我这样哈，在这边待了已经1个多月了啊，快2个月了恨不得啊，那么快递就非常重要啊。因为快递不光光是你购买你的生活必需品啊，有的时候你还想吃点新鲜的东西，比如当地没有的东西啊，比如说你想吃羊肉啊，我打比方说啊，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啊，因为快递不方便的时候呢，等羊肉送过来就烂掉了啊。比如说你想吃点海鲜啊，对吧？类似这样子的啊，它会非常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啊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不能够非常痛快的收快递，那么其实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因素啊，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。像我在这边是要付给一个卖菜的人家一天一个包裹5块钱，让他给我从山下往山上拉这个我的快递啊。这样的话呢就不太方便啊，因为我不能购买一些那种生鲜的食品，对吧？我只能买一些不会坏的一些日用品或者食品啊，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啊。就是第4点啊，
第5点，购物是否方便啊？我说这个购物呢，其实对我们房车来讲，主要就是讲的是买菜是否方便啊？方便和丰富啊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这点庐山就特别好啊，因为庐山上面乌岭镇上面，它什么菜都有啊，海鲜啊，活的都有啊，你想到的想不到的什么都有啊。那么九宫山这方面就差一些啊，它的这个每天的菜啊种类比较少啊，你想吃海鲜那更不可能啊，也没有。鱼类呢也是有限的几种啊，蔬菜也是啊，这点是比较弱的一项啊，但它有它的好处了，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谈了啊。就是刚才我总结的一共是5点，对吧？5点这个房车避暑地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啊。如果说这5点都能照顾到了，像这样的地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啊，不好找啊。有些朋友说你到我们北方来去大草原啊，其实那种地方不适合一住像房子这样一个住很久啊。原因从这个几个里面找吧啊。像还有一些地方啊，它可能海拔够高，但是温差太大啊，也不适合啊。好啊，以上这几点呢，就是我这3年以来房车旅居啊避暑的一些经验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有帮到你呢，不妨点点赞啊，或者分享一下啊。那么我个人呢也有一个小的房车、床车用品的微店啊，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转一转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